我在公司领头400万的项目，却因高层的一句降本增效成了弃子。整个技术部上百人团队，一夜之间瘦身只剩了20人，400万项目停摆了，剩下的人手忙脚乱。我心中无限冷笑，带着剩下的80人转身进了甲方公司。看到新的对接人是我，前上司面如死灰，换品牌的代价你付得起？我冷笑着把新项目合同摔到他脸上。代价，先谈价格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安逸的周五如往常一样即将落幕，我还在憧憬着晚上与朋友的聚会，可事事总是出乎意料的。杨若曦，进来一下。经理张雨怡的语气透着一股不祥的冷漠。我心惊胆战地走进他的办公室。你被裁员了？他完全没有废话，开门见山地扔下这颗重磅炸弹。我愣住了，满脑子都是问号。什么？为什么是我？张雨怡不耐烦地摆了摆手。没有为什么，这行是看业绩的。我立刻反驳。我的业绩一直都是部门里数一数二的，数一数二又怎么了？他嗤之以鼻，冷笑道：那跟辞退有什么关系？一瞬间，我的脑中一片空白，这么多年的心血与付出，竟一文不值。技术部业绩不好，公司内部要人员重组，没有你的位置。很简单，他的话如同利刃般直戳我脆弱的自尊。可我们上个月刚聚餐，你还说要升我的职。我的话音未落，他便打断了。聚餐？他讽刺的冷笑。聚餐时候说的话，你也当真？我的双手忍不住的因紧张而颤抖，愤怒、失望、尴尬，各种情绪在我心中激荡。深吸一口气，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。那你之前承诺我的项目分红呢？我的奖金呢？承诺奖金？他不屑地摇摇头。杨若曦，你还太幼稚。我彻底愤怒了。幼稚？早就说好的，你现在是不想给了？有谁能证明我跟你说好过这事？张雨怡的嘴角勾起一丝冷酷的笑意。你有证据吗？怒火中烧，我几乎要失控了。你这是诈骗，还我血汗钱！我尖声质问。张雨怡站起身来，俯视着我。杨若曦，清醒点吧，这就是现实。我凝视着他，却冷不丁瞥到会议室桌上的倒影中映出的我无力的模样。我想要反驳，却发现语言是如此无力。我垂手，努力压抑着心中的悲愤。走吧，杨若曦。张雨怡不耐烦地摆摆手，别让我叫保安来请你出去。出了那扇门，背后传来张雨怡得意的冷笑声，身边的同事们一个接一个地被叫了出去。办公室里所有人都无心工作，人人自危。我的手颤抖着，收拾桌面的每一份文件。临近下班，好奇的同事凑到我身边来打听消息，我顾不上理他，自顾自地整理着电脑中的项目资料，没必要这么慢条斯理。张雨怡出了会议室，见到我还在工位上，笑得猖獗。别装了，我知道你不想走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试图保持理智，也给自己保留最后一丝尊严。离职交接还没做完，张雨怡好像是听到了笑话，放声大笑。交接？你以为你那点工作还值得别人接？我暗自腹诽他的无知和短视，猛地抬头，即使是最后一刻，我也会做好我的本分。他不屑一顾，别用这套来糊弄我，我可没那么好骗。我努力按捺住怒火，他讥讽地歪了歪头，说到本分，你现在唯一的本分就是赶紧离开。说话间，他翻到我桌上的离职材料，在上面交接完成那一栏里打上了对号，又潦草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看，
他声调里的得意无法掩饰。我都帮你签了名，可以走了吧？围观的同事们窃窃私语，他显然乐在其中，赖着不走只会更丢人。他又一次试图羞辱我，我握紧手中笔，指节因用力过猛变得发白，感觉自己整个人像是填满了火药的桶，就差一个引线。我费力地压抑着情绪，你这个只会藏在办公室后面搞小动作的小人，你就是想把我们都开了，你就能独占所有功劳和分红吗？我怒吼着，声音足够让每一个人都听见，心思被我揭穿。张雨怡脸色愈发难看，你胡说八道！我打断他，裁员，笑里藏刀，玩弄权术，你这种烂人也就只能想出这种烂伎俩。张雨怡脸色涨红，表情僵硬，这是公司的决定，你最好控制你的情绪，小心我告你诽谤。你以为没了我你就能拿下这个项目？我懒得再听他多说，挥了挥手，像是驱赶一只不再重要的苍蝇，走着瞧吧，总有你求我的一天。说完，我势如破竹地走出人群，出去右转，电梯直达底楼，别再回来了。身后传来他的声音，语气中带着明显的得意。我甩开办公室的门，脚步坚定，背影直挺，任由身后议论声此起彼伏。下班高峰期，街头的交通流如同一片混沌的河流，车笛声此起彼伏。我走在阴沉的街角，手机震动打断了我步履匆匆的脚步。是组长胡玉成发来的信息，急事，牛奶咖啡馆见。我的心脏不自主地加速跳动。胡玉成今天上午先我一步也被裁了，他这个时候联系我，情形显然不对劲。我急匆匆去路边拦车，但晚高峰打车的人太多，路上又很堵。等我迈入咖啡馆门口时，已是3个小时以后了。胡玉成神色凝重地坐在角落，显然已经等了很久。抱歉，来晚了，路上有点堵。我有点尴尬地坐下。没事，我也是刚到。胡玉成很明显地给了我台阶。发生什么了？我故作镇定。胡玉成环顾四周，压低了声音：今天的裁员只是皮毛。我眉头紧锁，什么意思？被裁掉的不只是我们。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。我看到了裁员名单，整个技术部要从100多人减到20个，他们管这个叫瘦身计划。我心头一震，消息如同一声惊雷，让我险些忘了呼吸。怎么可能？20个人，那么多项目呢？做得过来吗？我声音不由得提高。胡玉成四周张望，似乎担心被旁人听见。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跟我来。我跟着他穿过拥挤的街道，抵达一处幽静的公园。夜色正浓，似乎预示着即将到来的风暴。胡玉成的神情更加凝重了。那是他们精心策划的部门瘦身，有人要上位。你是说？我话还没说完，不只是张雨怡，这背后一定有更大的影子。胡玉成打断了我。整个部门但凡手里有负责超过10万块项目的都被裁了，明显是要抢项目搞集权。一股冷风吹过，带起了地面干枯的树叶，如同我内心的不安一样盘根错节。董事长怎么可能任由他们这么干？我几乎是在喃喃自语。胡玉成皱着眉，他的脸色难以捉摸，以降本增效为借口开除我们，然后再招一批新人来，对上可以说是减少成本，对下可以集中权柄，增加话事权。好一招瞒天过海，真要做到欺上瞒下的话，我们的项目数据有人在操纵吧？我紧锣密鼓地追问。胡玉成点点头，你懂的，项目的成败足以左右公司的生死，他们一定造假了。不止这些，胡玉成声音更低，还有资金转移的痕迹。
资金。我脑海中闪过无数个念头，猜测着可能的黑幕。胡玉成叹了口气，具体说到是谁，他们藏得很深，我的信息有限。我忽然感到危机四伏，事情远远超出了我最初的想象，这是必须曝光。他们高层搞内斗，把我们的奖金、分红、工作都斗没了，我们绝不能忍气吞声。我几乎是怒吼出声，难以想象他们的背后隐藏着多少人的贪婪和阴谋。胡玉成看着我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问题是，我们没有证据。夜色加深，忍一时越想越气。我觉得自己像是一颗被点燃的火星，随时都可能爆炸。思来想去，我拿起手机，开始拨打其他受害者的电话，一个接一个电话拨出。我告诉他们我知道的一切。不出所料，他们愤怒的情感也如滔滔洪水般汹涌澎湃。他们怎么敢？电话那头的斥责几乎撕裂扬声器。我组织语言清晰而坚定，我不想就这么算了，想找出背后的真相。你知道什么线索吗？他们的答复出奇的一致，不知道。我问问，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你。我们约定在下周末一起碰头汇总线索，气氛却突然变得紧张起来，仿佛随时都可能爆发一场大战。在通话中，每个人都充满了斗志，仿佛这股力量能够通过无形的电波传递给每一个人。为了凝聚更多的力量，我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则消息，呼吁所有受到影响的同事们积极行动起来，并且鼓励大家匿名举报任何可疑行为。消息如同投入湖中的一块石头，泛起了无数涟漪。评论区里，愤怒的声音渐渐汇聚成浪潮。我有上一季度的销售数据备份，我记得账目中有些不对劲的地方，信息如洪水猛兽，蜂拥而至，每一个都可能是揭开真相的关键。我们在某办公软件上建立了维权的交流群，专门收集每位同事手中的资料。大家的说法五花八门，却共同努力拼凑着庞大的阴谋网。3天的时间匆匆而过，就在我们以为行动进展的顺风顺水之际，一连串令人不安的变故却接踵而至。我们的团队成员纷纷选择离开了群聊，这让我倍感困惑与焦虑。我努力平复心情，仔细回顾并检查了我们计划的每一个细节，却始终未能发现任何明显的疏漏。然而，当我收到一直表现积极的同事李婷的退出消息时，我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张经理找我了，他威胁我不能再继续下去了。他的消息中流露出深深的恐惧。我立刻给他拨去了视频电话，别轻易放弃，我们说好要一起面对这一切。视频中，他的泪水滑落，那种深深的无助感也让我心情沉重。你不明白，他哽咽道，他知道我们在做的一切，连我们谁提供了什么证据都知道。你说张雨怡，他怎么可能知道？我几乎是愤怒地喊道。他垂下头，声音微弱。他用保密协议还有下一份工作的被调来威胁我，说只要我敢再参加你们的行动，就让我找不到下一份工作。那一刻，我意识到这不只是裁员那么简单，而是一场有预谋的围猎。李婷成为了这场风波的又一个牺牲品，她因恐惧而选择了退出，就像一只在猎豹锐利目光下瑟瑟发抖的小鹿。我愤怒地挂断了电话，内心的情绪如熔岩般翻涌。这分明是威胁，明目张胆的恐吓。张雨怡，亏她平日里还总是装作一副和蔼可亲的面貌示人，没想到背后竟隐藏着如此狠辣的手段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随着一个又一个的消息弹窗的出现，
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跟随李婷的脚步，退出了我们的行动。我的怒火达到了顶点，胡玉成也气得摔了筷子，他这是要置我们于死地。我隐约感觉到背后有无数触手正在伸向我们，企图将我们一个个拖入无尽的深渊。黑夜总是给人以无尽沉重。我想了一晚上，也劝了一晚上，要走的人一个也没能留下。眼看着这场斗争即将陷入僵局，这时候转机出现了，一条新的微信消息如同一缕晨光，划破长夜，带来了希望。我已经在政治公司找到了新的岗位，就是我之前负责对接的那个甲方公司。我愣了一下，这位同事李磊是我们群里最早决定退出的几个人之一。他继续说道，而且我想推荐你，这边要组建新的技术团队，想招有带项目经验的人。我疑惑又兴奋，真的吗？在这风口浪尖上，他坚定地回答，是的，我跟领导说了你的工作经历，他认为你非常合适这个职位。我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，是庆幸还是对他之前离去的芥蒂，但觉察到身后紧追不舍的威胁，我知道这可能是我们逆转局势的机会。另一方面，我的内心却隐隐担忧，这是否又是一个精心布置的圈套？李磊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疑虑，他轻声说道，我知道这很难让人相信，但这是真实的，你应该把握这次机会。我的犹豫没有逃过胡玉成的眼，他深知我的顾虑。我把李磊的话原封不动地复述给他，他果断地给出意见，这是一个眼下能突破困境的机会，你不能轻易放弃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试图理清混乱的思绪。那这是否也意味着现在是向前公司宣战的最佳时机呢？胡玉成的回答非常果断，确实如此，而且这也是向所有人宣告，正义有时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降临。他接着又善意地提醒我，但你也别忘了保护好自己，政治公司也未必就是完全可靠的避风港。我明白了他的意思，我知道我们保持联系，我们的计划从未停止，即使搜集不到足够的证据正面反击，我也要逆流而上，我一定要找到其他的突破口。而这条信息就像是翻涌波涛中的一艘救生艇。政治公司的办公室里有着截然不同的工作氛围，在这里，我切实地感受到新环境的挑战与机遇。当我正在努力适应新同事们之间的交流氛围时，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我几乎没怎么听清对方开场白，就听到了项目没有交接好的指责。张雨怡的话语依旧带着从前那股不容置疑的权威，你必须回来一趟。我心里无语极了，却仍保持冷静，试图打探出更多消息。今天刮的什么风啊？张大经理居然亲自联系我了，为什么是我？他斟酌了下词句，然后缓缓开口，因为你那个项目账号登录需要做人脸认证，其他人没有你的联系方式。我诧异，你这是开了多少人啊？剩下的居然一个人都没有我的微信。张雨怡趁机讥讽道，你的社交圈确实独特，可惜他们现在都离开了公司。原来我们部门里唯一和我保持联系的同事，在2天前也遭遇了被开除的命运。此刻张雨怡的声音中竟然透露出一丝难以名状的得意。我想起昨天从其他同事那听到的八卦，据说张雨怡曾质问一位新入职的同事，为何没有我的联系方式。那位新人解释说，由于入职时间太短，还没来得及与我熟悉就走了。在电话中，张雨怡继续添油加醋，
该不会是你故意捣乱的吧？对于这无理的指责，我毫不客气地反驳道：“张雨怡，空口无凭，小心我告你诽谤。”随着他的声音越来越清晰，我逐渐察觉到了他话语中的威胁。哼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那个胡玉成最近都在搞什么。不过只要你愿意回来，这些事我都可以不追究，还可以给你涨1倍工资。他的慷慨之举明显是陷阱，我怀疑应该是我之前负责的那个项目出岔子了。我冷静而坚决地回应道：“不需要，我也不会回去。”张雨怡似乎没有料到我会如此坚决地拒绝，她的声音中带着几分恼怒：“你说什么？”我没有给他继续纠缠的机会，毫不客气地说：“我说我不回去，你听不懂人话吗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”他提高了声音，显然很生气。离职了，工作账号都没交接好，你还有理了？我微微一笑，平静地回应道：“张雨怡，我的离职材料上你是签了字的，如果交接没做好，你签什么字？”电话那头突然陷入了沉默，仿佛暴风雨前的宁静。我们之间的较量已经无需更多的言辞。我坚定地表达了我的立场：你自己造成的问题，自己解决，我绝不会为你的错误买单。张雨怡只冷冷地说了最后5个字：“你给我等着。”我没有再回应，只是轻轻地按下了挂断键。转头，我看向窗外，阳光透过云层，感受着久违的明媚和自由。几天后，一则突如其来的消息在原本安静的微信群中掀起了波澜。听说张雨怡那边出事了，一个同事热心地传递着消息。我微微一笑，故作轻松地打字问道：“哦，出什么事了？”听说他操作公司的账号时出了些纰漏，导致账号被冻结了。因为看不到项目的具体交付日期，他就自己瞎编了一个，结果比原定的交付期晚了整整2个月。那是一个400万的项目啊！公司现在损失惨重，我心中不禁泛起一丝讽刺的笑意，但表面上仍保持着平静。张雨怡的处分通告下来了吗？我随意地问。还没有，他现在正忙着挽救局面呢。公司高层都已经知道了。他言辞中透露出几分震惊。这事儿闹得可不小。我冷静地追问：那失误的责任认定全都在他身上吗？是，也不是。不过具体的细节我也不太清楚。但我看这次公司可能得赔不少钱了。我淡淡的回应道：那只能祝他好运了。放下手机，我回想起与张雨怡过去的纠葛，没想到这么快他就尝到了自己种下的苦果。紧接着，前公司的 CEO 打来电话，声音里带着急切与焦虑：请你回到公司来，我们需要你证明一些事情。显然，他这是在为张雨怡的问题做最后的努力。你说的事情是什么？我试探着问。这关系到张经理的职位，希望你能还原真相。他吞吞吐吐，话未说全。我沉默片刻。我现在在新工作岗位，怕是没那个时间。但这是关键时刻，你的一个证词就能……他急切地说。那是他自己的事，与我无关。我打断了他的话。他仍然不放弃，试图劝说：你不能这么无情吧，至少也要考虑一下公司的整体利益。我轻笑一声，反问道：整体利益？裁员的时候，你们有谁考虑过我的利益？电话那头突然陷入了沉默。或许他意识到了什么，我冷冷地吐出一句话：别再联系我了，我现在和你们公司没有任何关系。说完，我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。我的内心异常坚定，他们这场狗咬狗大戏与我无关。几天之后，一则行业内的小道消息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。
成了圈子里热议的八卦焦点。不出所料，张雨绮的问题远比想象中棘手。听说张雨绮差点被董事会起诉，群里便滔滔不绝，转述着越来越具体的细节。她到底做了什么？大家议论纷纷。据说是项目中的交付日期和资金出了大问题。她不仅把日期搞错了，数字上也弄错了好几个零。董事会都怀疑他私吞了项目款，知情人士揭开了事情的真相，一时间惊叹声此起彼伏。大家都没想到，即便是位高权重的管理层，也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。我微微一笑，轻描淡写地打着字，还真是他能干出来的事。话音刚落，手机屏幕一亮，来电显示是李磊的名字。你听说了没？张雨绮这次真是栽了大跟头。电话那头的声音充满了讽刺。我故作淡定地问：是吗？发生了什么事？他之前不是让你回去吗？他把2份合同的交付日期和项目款弄混了，叫你回去就是想让你背锅。还好你没回去。他越说越起劲。我好奇地问：那后来是怎么解决的？他把责任全推到了一个要离职的员工身上，还要告人家。不过业界圈子小，大家都瞅着呢。其实他想糊弄就能糊弄过去的。最后是 CEO 出面保他，替他跟甲方送礼道歉，人家才同意多给1个月时间。你都不知道他有多狼狈，带着20个人赶100个人的工期，还得求其他部门借人来帮忙，最后才勉强弄好。听完这些，我不禁露出一丝讽刺的笑意。李磊还在继续兴奋地分享，现在圈子里都在传他的笑话，说他数不清零。我故意试探地问：这么说来，他还是保住了他的职位，算是吧？但他这回算是老脸丢尽了。听说他的项目奖金和绩效全都被取消了，年终奖也悬了。他嘲讽地说。电话另一头突然沉默了片刻，然后轻叹一声：那些项目奖金本来应该是我们的钱。随即我感叹道：还真是损人不利己啊。在政治公司，我的日子过得如鱼得水，尽管负责的项目规模并不大，但每个项目都能带来可观的收益，业绩稳步上升，好评如潮。每一次我都努力超越前一次的表现。在一次会议上，部门主管宣布，管理层已经决定要扩大我们团队的规模。旁边的同事都激动得交头接耳。扩招的消息对大家而言都是个惊喜，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晋升机会。我略带沉思：扩招啊？主管注意到了我的表情，关心地问：你有合适的人选推荐吗？我点了点头，回答道：有几位老同事，我觉得他们非常合适。主管听后笑了，说：那太好了，你把他们的联系方式内推给我吧。那些被裁的同事们，他们个个都是业务能手，只是遗憾当初跟了个瞎了眼的领导。得知政治公司扩招的消息后，我第一时间联系了他们，给他们发去了消息：政治公司正在扩招，你们有兴趣过来吗？这可是甲方性质的公司哦。回复立刻如雨后春笋般涌来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正想找新工作呢，能和你一起工作是我的荣幸。摆脱了张雨绮的阴影，他们的未来似乎也开始焕发新的活力。但机遇往往伴随着新的挑战。主管拿着一份文件找到我，指着上面的推荐名单说：这份名单。我接过文件，扫了一眼，发现大部分同事的名字前都打了勾，但有几位同事的名字前是问号。这些打问号的是怎么回事？我问道。主管沉思片刻，说：对于这些人，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。放心吧，他们都是能干的人，我信心十足。
主管点了点头，我相信你，你带他们做一下试岗吧。于是，我主动邀请了几位老同事来公司试岗，他们的出色表现和专业素养很快就赢得了主管和总部的认可，一切进展得异常顺利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前公司里关于张雨颐的传闻却甚嚣尘上，听说他在业界的名声已经一落千丈，连中层职位都难以保住。一个刚加入我们的同事小声议论道：“听说张雨颐现在混得很差，连中层都当不成了。”我微微一笑，回应道：“那些随意践踏他人前途的人，最终总会自食恶果。”同事深有感触地点了点头，说：“能跟着你，有这样的机会，真是我们的荣幸。”我看着他们，心中不禁感慨万千。命运的转折，有时真的只在一念之间。由于我的出色业绩，我得以在政治公司的项目管理中崭露头角，所负责的项目规模也逐渐扩大。没想到政治的新项目竟然是我们之前的公司，同事们纷纷议论。我随意地翻看着文件，却突然发现项目对接人是张雨颐。你不会觉得尴尬吗？毕竟现在你是他的甲方了。有同事好奇地问我，我淡然一笑，工作就是工作，大家尽职尽责就好。会议当天，张雨颐来了，他似乎还不知情。一开门看到我时，他的表情就像一块冰块突然被扔进热水里，惊愕而复杂。看来我们又重逢了，小张。我轻松地打破了沉默。他努力挤出一丝笑容，确实没想到会这么快再见面。在会议过程中，张雨颐的态度异常恭敬，语气中充满了谦卑。关于项目的这部分内容，希望能得到您的宝贵意见。他的话语中透露出前所未有的谦逊，与他过去的傲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我在心里暗笑，面上还是保持专业态度。我会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进行评估，希望我们能够合作愉快。随着项目调查的深入，我需要与他进行更多直接的沟通。小张，你之前发我的数据报告文档是损坏的，再发我一份。我在电话中简洁的指示。明白了，我这就给您准备。他回答的既迅速又恭敬。昔日的强势经理，如今却像是一个顺从的下属，这种转变确实令人感慨万分。但不变的是张雨颐一塌糊涂的办事能力。新同事们看到这一幕，纷纷私下议论，这可真是风水轮流转。想起他以前那副傲慢的样子，我就想笑。是啊，估计他肠子都要悔青了。一次次对接中，张雨颐的傲气荡然无存，取而代之的是谦逊和卑微。但对我来说，这只是职业生涯中的一段小插曲而已。项目评估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，然而前公司的负面新闻却像挥之不去的阴影般如影随形。听说前公司又开始大规模裁员了，这次是产品部。同事们议论着最新的行业动态，新闻的负面影响开始泛滥。市场上对我们和前公司的合作项目也有了质疑的声音，这对我们的品牌形象有影响。主管深表担忧地和我们分享了最新的评估报告，我也感到事态严重。也许我们应该重新评估这次合作。最终，在我主导下，政治公司决定终止与前公司的合作，以维护我们的品牌形象和市场声誉。这个决定很快传到了张雨颐耳中。不久后，一位激动的访客出现在我们公司的门口，电梯门轰然打开，只见张雨颐正大声地嚷嚷着。我急忙赶到现场，只见2位保安正紧紧地拦着他。我要见杨若曦，让他立刻出来见我。张雨颐咆哮着，
声音在整个大厅中回荡。我保持着冷静，走上前去。张经理，你好。好。他瞪着我，声音尖锐。你觉得我现在看起来好吗？你就是存心要报复。张雨怡的面孔已经因愤怒泛红。你是因为我当初裁你的事，对不对？公司的每个决定都是经过全方位考虑和评估的，和我个人无关。我尝试平息局势，耐心地解释，裁决基于公司利益。你也是做领导的，应该明白这点。利益，少用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搪塞我。张雨怡愤怒地打断我，你就是因为当初被我裁掉，现在来报复我。张雨怡，你这样的行为只会给你自己带来更多的麻烦。我声音沉稳却坚定，他像是听到了极端讽刺的笑话。麻烦？比这更麻烦的事我都见识过，还怕你不成？我告诉你，你让我不好过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。他指着我，言辞刻薄。看着他失态的神情，我正色回应，公司的决定是基于市场评估和风险控制，跟个人情感无关。你有这闲工夫来闹事，不如回去赶紧找点人处理你公司的负面新闻。他怒目而视。杨若曦，你这个公报私仇的小人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下地狱也要拖着你给我垫背。张雨怡越说越激动，甚至想冲上来打我。保安开始有些费力，他们对视一眼，决定强行将他带出公司。在拖拽的过程中，张雨怡的一只鞋子掉了下来，头发混乱不堪，衣服也被扯破了，整个人看起来狼狈不堪。同事们目睹了这一切，议论声四起，太过分了，大清早就跑来闹事，公事公办他都理解不了，不知反思，还来这里撒泼。虽然对张雨怡的遭遇感到一丝遗憾，但我的心中更多的是坚定和决心。我明白，作为管理者，我们的决策必须慎重且公正，不能被个人恩怨所左右。前公司裁员风波持续发酵，最终演变成了全面爆发的媒体危机。每天新闻头条都被其负面报道占据，整个行业都为之震动。合作伙伴们纷纷选择撤资解约，场面一度混乱不堪。前公司的股价暴跌，市场信心荡然无存。为了缓解压力，前公司决定采取牺牲局部以保全整体的策略。他们先以挪用资金罪起诉多名高管，包括 CEO 和张雨怡。收到法院传票时，张雨怡哑口无言，她的眼神变得空洞而茫然。她似乎无法承受这突如其来的打击。一度风光无限的她，如今却深陷困境。她也成了前公司的弃子。法庭上，张雨怡与 CEO 针锋相对，昔日的同盟如今成了势不两立的对手。他们的辩解与争吵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，每一场庭审都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。公众的审判如烈火般炙热，正义的天平终于恢复平衡。那些曾经权势滔天的高管们，在法庭上，他们的辩解和哀嚎声此起彼伏。那些曾经风光无限的面孔，如今显得苍白无力，充满了沧桑。然而，这些措施如同壁虎断尾，只是短暂的挣扎，无法真正挽救这个已经摇摇欲坠的公司。在公众眼中，这不过是一种逃避责任的手段，反而让前公司更加声名狼藉。媒体上，前公司的负面新闻依然如同连绵不绝的暴雨，遮天蔽日，无休无止。倒闭的消息传来，仿佛是一道厄运的诅咒，让人感叹命运的无常。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企业，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走向了衰败。那些曾经与前公司紧密合作的伙伴们，
此刻都在庆幸自己及时抽身，而张雨绮和那些被起诉的高管们，则成为了这场风波中最悲惨的牺牲品。张雨绮的故事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，人们对他们的遭遇抱着一种复杂的情绪，既有同情也有嘲笑。而我深知，这些高管曾经的嚣张与霸气，无疑都是建立在牺牲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。如今他们落得如此下场，不过是因果报应罢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